瑞宝辉宝这一上一下的，给圣西姨母的拉扯都快给姨母跳上小天鹅了。姨母上次有双倍快乐的时候，还是姨母在来爱宝乐园之前养狗狗的时候，毕竟那时候照顾的狗狗多。自从来了爱宝乐园，10几个饲养员只围着福宝自己转，谁都想碰，但不是谁都能碰到的。而爱宝和乐宝都是成年大熊猫，不能随便碰。而且以前福宝时只能撸一只，而且那时候圣西姨母还是在2个爷爷允许下才能摸摸福宝。毕竟那时候2个爷爷比谁都喜欢福宝，根本不会让其他人乱摸，给福宝宠的不要不要的。当然那时候姨母只是偶尔摸摸福宝，但福宝给姨母的情绪价值总是那么自足。而现在不一样了，江爷爷现在升主管了，管着半个爱宝乐园的动物，宝家这边就更需要姨母帮忙了。所以自从瑞宝辉宝出生后，圣西姨母这里也从以前的助手身份变成了主管饲养员，而且现在还是2只了。圣西姨母可以随便撸了，也可以体验老宋头当时半夜偷偷来撸熊的快乐了，也开始从觉得老宋头疯渐渐的理解老宋头，甚至成为老宋头了。而且姨母的宿舍比老宋头家还要近，宝家有点事情很快就能过来了。姨母成为主管饲养员后，宝家成员也体会上了女生的细心感，以及女生对女生们的偏爱。就像当时圣西姨母会把最鲜嫩的竹子偷偷喂给福宝，现在姨母更懂爱宝的辛苦，也更懂瑞宝辉宝小女生们的情绪。而老宋头也可以干点维护秩序的工作了，顺便还可以和游客们合影，在园区外面替宝家成员营业一下。爷爷在先为乐宝应援，让游客们别只顾看瑞宝辉宝，去看看乐宝。乐宝在江爷爷心里有着很大一个位置，手机壁纸或锁屏必须得有乐宝的一张。而此时爱宝和瑞宝辉宝这里都在睡觉，爱宝今天没有睡在室外，但睡在了空调口下面。虽然已经是冬天了，但是对大熊猫来说，因为有着厚重的毛发，这个天气还是有点热的。而空调出风口下面会让爱宝感觉到温度正好。当然睡在室外爱宝更舒服，但是为了不给奶爸添麻烦，爱宝都是回室内睡。而瑞宝辉宝这里依旧是睡在他们俩的小树上。爱宝去室外后，将爷爷又扛了新竹子来室内园区，姐妹俩整齐的向下看着小脑袋，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，等待着爷爷给自己投喂小零食。小零食吃上后，姐妹俩依旧探着小脑袋在慢慢的咀嚼着。而将爷爷这里则又给姐妹俩插了一捧新竹子。安排完瑞宝辉宝后，一会儿江爷爷又出来为乐宝应援，站在乐宝园区前拍摄着乐宝。这一行为也引来很多姨姨们过来一起拍摄。江爷爷这是在给乐宝分流呀，把自己的流量转移到乐宝的身上。宋爷爷给乐宝堆的金黄色落叶还在园区。乐宝今天在园区吃饱喝足之后，来到了宋爷爷给他插的小花前面。乐宝从里面挑了一根出来，拿起来闻了闻，察觉到不能吃后，又给其扔了。之后又肆意的翘起腿，对着姨姨们能吃能拉，就是奶爸的好蛋儿。老1个星期里，总有几天不想去室外园区玩耍。而辉宝和爱宝不一样，今天他们来室外后，室外园区突然下起了小雨，但辉宝仍选择了义无反顾地爬上了小树，站在树上迎接雨水。下雨天爬树，这还是辉宝的第一次，近距离感受大自然，有助于辉宝对环境的变化和感知。而爱宝这里更是淡定，任凭雨下的再大，依旧不妨碍爱宝吃竹子。而辉宝则是第一次见这种场景，有些失神，盯着园区外面看入迷了。爱宝这里吃完小木床上的竹子后，又淡定地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爷爷们这时都害怕了，此时通道门已经打开了，真怕辉宝和爱宝在外面淋坏身体。辉宝这时还坐在高高的树上，淡定的不得了，小脑袋搭在手上，欣赏着雨中园区的风景，甚至还慢慢的闭上了眼，感觉像是睡着了。淋着雨也能睡着，这也是没谁了。辉宝还是太全面，太懂享受了。一会儿雨越来越大了，辉宝被雨淋了起来。辉宝感觉到了雨天的可怕，赶紧从树上下来。下来后还喊妈妈，让妈妈别吃了，赶紧回家收衣服了。辉宝从树上下来后，一溜烟跑进了通道门口。但是走到通道门口，辉宝又停了下来。辉宝是在等妈妈，怕妈妈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。辉宝掉头走回来，站在园区，一直等到妈妈吃完后，这才和妈妈一起走了回去。而辉宝老爹今天就很懂享受，因为外面下雨，乐宝今天便没有去室外，一直在园区听着雨声睡着觉，很是享受。辉宝在晃动身子时，原来尾巴也能这么听话。天气现在越来越冷，
可对大熊猫来说，则是越来越舒服。尤其是今天的温度，将爷爷都穿上大棉袄、大棉裤，在外面玩手机都得戴手套了，不然都冻手。而瑞宝、辉宝这里天一冷，火力越旺盛，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走个不停。虽然姐妹俩平时反骨很重，但是大多时候还是怂怂的状态，活动范围必须要在妈妈身边才行。看到妈妈坐下吃竹子了，姐妹俩这里开始爬妈妈头顶的树。虽然姐妹俩也不知道去到树上干嘛，但是这样就会显得自己很忙。姨姨们就不会说自己上班摸鱼。瑞宝爬到了小亮台上，辉宝则坐在了树杈中。瑞宝伸手摸了摸辉宝的头，夸赞了一下妹妹越来越厉害了。一会儿，瑞宝、辉宝回家后，节目仍未停止。辉宝趴在独木桥上，正酝酿着青团。好奇的瑞宝这时突然凑了上去，突然青团砸到了瑞宝的脸上。瑞宝被辉宝的青团熏到了，赶紧打着气味转身离开。这状态真的是被熏到了。而姐妹俩今天在调皮时，将爷爷这里则一直在园区外面来回观察着宝家成员的状态，每天都有在记录乐宝他们当天时的样子，同时在构思是不是该给宝家造雪了，毕竟已经立冬了。这可是将爷爷当时立下的承诺。瑞宝铲个青团还给自己舒服上了，是不是草地太柔软了？瑞宝舒服的直接躺下了，顺便还打了个哈欠，这是给自己铲困了吗？而自这周开始，瑞宝、辉宝正式开始自己的室外生活了。早上姐妹俩一出门，将爷爷就在门口呼喊姐妹俩过来带姐妹俩去室外。哄进通道门口后，将爷爷赶紧跑到出口处，继续呼唤姐妹俩过来，给姐妹俩鼓励。害怕姐妹俩因为害怕又掉头走回去。姐妹俩出来后就坐在通道门口了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，应该是在等待爷爷。心想爷爷怎么不出来，怎么自己给自己关里面了？今天园区因为下雨，泥土比较湿润，很容易弄脏身体。辉宝心想，反正都要脏，那就脏个彻底吧。辉宝直接爬进小亭子底下，从小亭子下面钻了过去。但今天瑞宝就不太爱玩，瑞宝爱干净，出门后主要就是在通道门口徘徊，想着爷爷赶紧给自己通道门打开，让自己回去，自己不想弄脏身体。瑞宝相对于喜欢比较干净清爽的空间，瑞宝第一次经历下雨，下雨后园区潮湿感比较重，可能瑞宝不喜欢。瑞宝等了半天，爷爷迟迟不给自己开门，这才走去园区其他地方玩耍。从第一次出园区，瑞宝就对小瀑布感兴趣了。今天也先是来到小瀑布前检查了一番，等姐妹俩回到室内园区时，就只剩下睡觉了。或是因为下雨天温度和湿度对成年大熊猫来说是最舒服的时候。乐宝这里睡得格外惬意，爱宝这里也表现得很明显，在自己的小床上都打起滚来了。而姐妹俩则是睡在独木桥上，宝家生活充满着安逸与舒适。今天有点严重，瑞宝、辉宝都不想去室外了，将爷爷下场，来到通道门口哄姐妹俩，拿着小零食给姐妹俩先哄出通道门口再说。辉宝最近智商在线，眼瞅爷爷关门回去了，辉宝快速摆弄着小短腿跟了回去，导致爷爷通道门都没来得及放下来。瑞宝刚踏出的小脚也赶紧收了回去。姐妹俩今天没一个想来室外的，要不是为了这口小零食，姐妹俩连通道门口都不进。将爷爷在通道门口进进出出喊着瑞宝、辉宝。以前福宝一个的时候还好扮演，哄一个就行了，现在两个姐妹俩团结起来，急得爷爷在通道里面团团转。今天姐妹俩属实给爷爷难为到了。瑞宝、辉宝猫在通道门口里，爷爷想尽办法都哄不出来，姨姨们的大炮筒纷纷都对准了门口，这让此时的爱宝有点受冷落呀。但也只怪姐妹俩的活儿太多了，最后将爷爷只能再拿了些小零食来给姐妹俩哄出来。这次将爷爷速度很快，辉宝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将爷爷就给通道门关上了。瑞宝、辉宝这里又是被迫营业的一天。瑞宝、辉宝吃完小零食，依旧趴在通道门口前，就是不跟爷爷妥协。瑞宝这里一直在找着什么，找来找去，还真给瑞宝找着点什么。原来刚才将爷爷丢下小零食就跑了，根本没有放进姐妹俩嘴里。而辉宝在通道门口盘旋了一会儿后，索性放弃了，开始畅游园区。而瑞宝这里还在继续找呢，合着刚才爷爷扔下的小零食全让瑞宝吃了，一口小零食都没吃着的辉宝，只能来到妈妈这里混点竹子吃。